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我们每天都陪伴您。一家人相处，子女孝顺，父母领情，就是最好的家风。可是，孝顺是需要附加条件的，不单纯是有一份孝心，还包括生活物质丰富、家业发展、香火的继承等。要记住，生活处处充满陷阱，千万不要被假象迷惑了。人老了就会明白，儿女掉进了以下3个穷人陷阱，比不尽孝更可怕。第一，儿女养成了穷习惯，不懂奶茶效应。众所周知，习惯和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好的习惯慢慢积累财富和智慧，让了不断提升；坏的习惯恰好相反。当下，一些年轻人每天都喜欢吃吃喝喝，并且认为吃点小东西、几块钱的事情算不得什么。有人统计过，若是一个人每天一杯奶茶，在1年的时间里会消耗3万多块钱，10年就是30多万。这就是奶茶效应。以此类推，我们会发现，每天1包烟、1瓶酒、1串烤肉、打1次车形成的开支是巨大的，并且不专门统计，还真的不能察觉到。古人说：“1日1钱，10日10钱，水滴石穿。”若是在平时不注意节俭，当生活遇到困境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应对。别以为平时你可以借钱过日子，也有朋友接济你。当你到了低谷，借钱无门，朋友也会疏离你。很多年轻人工作10多年，还身无分文，每天都吃光用光。一晃，父母就老了，也常常有病，但是儿女却没有办法赡养。父母的病痛得不到治疗，身体很苦。儿女因为无法管好父母，内心很自责，也苦。钱财不仅仅是赡养父母的根本，还是人生发展的基础。世上并没有什么空手套白狼的事业，有的是一分耕耘一份收获。第二，儿女有心穷的迹象，对社会不满。老舍先生说过，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年轻人总以为自己很厉害，是怀才不遇的样子，事实却证明，哪有什么怀才不遇，只是能力不够而已。傲慢的年轻人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还总是怨恨社会不给力，周围的人不帮忙。若是工作搞砸了，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强调客观因素。抱怨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更多，不知不觉就在碌碌无为中变成了中年人。当下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人穷，穷一时；心穷，穷一生。儿女对社会各种不满，情绪也特别不对劲，家庭的负能量就会越来越多，父母的管教也会失效，从而儿女的收入、事业撑不起家庭的未来。第三，儿女的格局太小，没有成家立业的长期打算。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状态是什么都要未雨绸缪。很多年轻人认为生活压力大，买房也很困难，索性就不结婚，或者结婚了也选择丁克。不要孩子，确实可以让2个年轻人过很多年自由的生活。夫妻2人都努力工作，吃喝拉撒是不成问题的。用养育儿女的钱去支撑自己的诗和远方，也是不错的选择。想一想，年轻人也会变老，到了50、60岁，赚钱的能力下降了，对诗和远方的追求减少了，养老的需求增加了，又应该如何过日子？要是夫妻一方慢慢觉醒，希望有一个孩子，但是年纪大了，要处理这样的问题是很难的。天下没有后悔药，在什么年纪就做什么事情，
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也是最应该有的格局。立业方面就更不要说了，不能一直从事低端、简单的工作，等自己老了，干不动了，就麻烦了，还得依靠脑力劳动来养活自己。更重要的是，儿女走进社会，也要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别以为一直可以依靠父母，到时候也许父母都不在了。父母考虑了未来100年的生活，但是儿女不认可，两代人的矛盾就突出了，并且后悔的往往是儿女，痛心的总是父母。一个家庭里，儿女混得好，比每天陪伴父母更重要。孝顺是要讲究策略的，是要有基本条件的。一家人每天都在一起，看起来不错，但是人与人走得太近，矛盾也会频发。儿女围着父母啃老，经济也会有问题。儿女不敢远行，不求长久，到底是无法反哺父母的。没有结婚生子的儿女，带给父母的就是后继无人的苦。老人看着别人带孙，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心情如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因而，一家人要一起努力，避免儿女掉进穷人陷阱。其一，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给自己定下花钱的目标，实现年年有余。其二，既然我们无法改变世界，那就去适应世界。根据丛林法则，在强大的竞争中找到一席之地。现实社会，只要你不懒，就会找到工作。有了工作，再推陈出新，人生就会好起来。其三，注重家庭的接续，别带着自私自利的想法，舍去婚姻和育儿的环节。几代同堂，本是就是孝顺的体现。明朝思想家王阳明认为，孝顺有3种境界：一是养长辈的身，保障长辈吃穿不愁；二是养长辈的心，让长辈心情愉悦；三是养长辈的志，让长辈活得有意义。多数人以为给父母钱就是尽孝了，却没有考虑父母在想什么，盼望什么，真正需要什么。不管在什么家庭，父母最想的就是儿女健健康康，衣食无忧，小家庭能和和美美。在有生之年，看到儿女过得安稳，父母就心满意足了。若是一家人都有骨气，一代更比一代强，就更好了。曾经，我以为最大的悲哀是儿女的不孝，直到我发现，比那更可怕的是他们悄无声息地掉进了穷人陷阱。在我年轻力壮的日子里，我是个意气风发的商人，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那时候，儿女们围绕膝下，欢声笑语，我以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然而，岁月不饶人，随着我年岁的增长，生意逐渐走下坡路，家庭的经济状况也日渐紧张。我以为，只要我尽我所能为他们留下一些财产，他们就能过上安稳的生活。可我没想到的是，金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反而可能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我的儿女们原本聪明伶俐，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可能，可是随着家境的变迁，他们似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斗志和激情。他们开始抱怨命运的不公，开始渴望一夜暴富，开始沉迷于虚幻的世界，却忘记了脚踏实地、努力奋斗的重要性。我亲眼看着他们一步步走进那个穷人陷阱。他们不是真正的穷人，却拥有了穷人的心态，消极、抱怨、依赖。他们期待着外界的救赎，却忽略了内心的力量。我开始反思，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是我没有教育好他们吗？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已经老了，力不从心。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这个陷阱里越陷越深，无能为力。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告诉我，他的儿女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困境。
但是他通过引导他们学习理财、创业，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帮助他们走出了那个陷阱。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并不是无能为力，我可以用我的经验和智慧去引导他们，去帮助他们找回自己。我可以告诉他们，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于是我决定采取行动，我开始与他们交流，分享我的经历和见解。我鼓励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告诉他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真正地走出那个穷人陷阱。我知道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愿意努力，愿意改变，就一定能够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未来。现在我已经不再那么担忧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女们正在逐渐走出那个陷阱，他们正在重新找回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成为更加优秀的人，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人老了才明白，比不孝顺更可怕的是儿女掉进了穷人陷阱。但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爱和耐心，就能够帮助他们走出困境，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人老了才明白，比不孝顺更可怕的是儿女掉进了穷人陷阱。这是一种无形的枷锁，比任何物质上的贫困都更加可怕，因为它剥夺了人的希望、梦想和进取心。我亲眼看着我的儿女们一步步踏入这个陷阱。他们曾经有着明亮的眼睛，充满好奇和渴望，如今那双眼睛却变得暗淡无光，仿佛被厚重的云层遮挡。他们开始抱怨命运的不公，却从未想过自己要去改变什么。他们渴望一夜暴富，却又不愿付出任何努力。我深知，我不能就这样看着他们沉沦下去。我决定要采取行动，帮助他们走出这个陷阱。我开始与他们分享我年轻时的经历，告诉他们我是如何通过努力和坚持，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我告诉他们，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然而，我的话语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他们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我开始反思，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是不是我没有理解他们的真正需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遇到了一位心理咨询师。他告诉我，要帮助儿女走出穷人陷阱，首先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找到他们真正的症结所在。于是，我开始尝试与他们进行深入的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渐渐的，我发现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要过着贫困的生活，而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束缚着，让他们无法挣脱。我开始引导他们去思考自己的问题，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告诉他们，只有当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的儿女们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开始寻找自己的目标和梦想。他们开始愿意付出努力，去尝试新的事物，去挑战自己的极限。看着他们一步步走出穷人陷阱，我心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我知道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但是只要他们愿意努力，愿意改变，就一定能够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未来。现在我已经不再那么担忧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女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去面对生活的挑战。他们正在逐渐摆脱那个无形的枷锁，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我想告诉所有的父母们，当我们发现儿女掉进穷人陷阱时，不要过于焦虑和沮丧。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去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因为我们的爱和支持是他们走出困境的最大动力。
同时，我也想告诉所有的年轻人，不要让自己陷入穷人陷阱中无法自拔，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当你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最后，我想说，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出穷人陷阱，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写作是修心之道，愿与您共享智慧，无需回报，点赞与分享是最好的支持。有不到之处，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让我们一同积累福报，感恩相伴。